佛家的表达方式就是心含万法，性含万法，心性具含万法，除了万法什么都没有。法就是你，你就是法，只是用词儿不同。那么这个法又说得很笼统，具体的一点讲，就是心性中含的先天存在的各种属性法则。那么法则是什么法则？就是真法则、善法则和美法则。什么叫美法则呢？可能大家都没有思考，可能大家都没有思考过什么叫善，什么叫美法则。我们举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叫美法则。什么叫美法则，或者叫美法，或者叫美理？就是美为什么是美的理谁让美成为美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叫美之理。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牡丹花好美呀，我们享受着这种美牡丹花给我们带来的美，那种愉悦，那种快乐，那种幸福感，那种纯洁感，那种神圣感那么所有的美丽的花都有一种神圣感，神圣到我们不敢去伤害它你看那个梅花，你看那个牡丹花、月季花，美到我们不敢去伤害它。极少有人在欣赏牡丹的时候一把过去把这个花揉碎了，没有的。为什么不敢？为什么不敢？就是美这朵花，它里面透着一种神圣感，这种神圣感震慑住了我们，让我们不敢对这朵花有造次之想，更没有造次之行。所以但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，绝大多数99.9%的人都被这个花所震慑着，欣赏了以后就离开不会把它摧毁。因为这就是美给人带来的震撼、震慑以及洗涤。人们欣赏完了美以后，感到身心被洗涤了一番，人变得更圣洁了，更高尚了，不是那么庸俗龌龊了，变得要高尚多了欣赏一上午的花，整个身心有一种洗涤之感，就被美洗涤了一番为什么人们就愿意去欣赏花呢？因为欣赏花它有一种灵魂沐浴之感，感到自己的心灵魂被洗了个澡，沐了个浴，泡了一场美的温泉。我们在这个花海中行走，就等于是在泡着美的温泉享受着美这种温泉给我们的洗涤和净化。好，那么为什么美有净化我们、提升我们、震撼我们愉悦我们的功能？是谁让美有这种功能的？是谁让美有这样的作用的？答是心性。那么心性它为什么能够让美这个样子呢？不是别的样子呢？没有道理。这就是美之理，美本身就含着这些理、这些东西、这些功能、这些效果。所以美走到哪，就会把美的给人的震撼和洗涤的功能就带到哪。这就是美的价值、美的作用、美的意义。美是有价值的，美不是欣赏完了就完了的，它美是有价值的，它给人的净化、提升、享受、幸福感，这些就是它的价值。那么这个价值是谁赋予美的这个价值的呢？答是心性，是美本身赋予美这个价值和意义的。这就叫美之理，或者叫美之法。用佛家的话说叫美之法，用儒家的话说叫美之理。美之理属于心之理或性之理的有机组成部分，
除了美之理之外，还有善之理；除了善之理之外，还有真之理。善有善之理，美有美之理，真有真之理。那么真善美之理合在一起，就叫信理，或者叫心理。那么为什么真理和为什么心性是无我的、无为的、无执的？没有为什么，它天生就是这个样子。就像我们天生下来就有鼻子和眼睛一样，它为什么是这样？没有为什么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心性本来就是无为、无我、无执的，没有人让它这个样子，它自己让它自己这个样子的。那么我们要想跟这个心性融为一体，我们也必须要学会无我、无为、自然。只有学会无我、无为、自然，我们才能和心性融为一体，才能成为无我之我。这就叫法则，这就叫规律。我们就要按照生命的法则去做事。那么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规律与法则的，生命科学是研究心性的规律与法则的。具体的说，就是研究美之理、善之理、真之理的规律与法则的一门学科，就叫生命科学。过去呢，统名曰圣学，或统名曰国学。现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生命学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